大家好，我是于姐。今天是正月15元宵节，在这个传统的节日里，我们每家每户都要吃汤圆儿。今天趁这个节日呢，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花式汤圆的做法，顺便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和面的技巧，解决了在搓汤圆时不开裂、不露馅儿，搓到个个圆溜溜的。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家里面还剩下一个老南瓜。这个老南瓜呢是我们家自己种的，现在呢非常的甜。我们取一块南瓜，先给它去皮，然后再给它切成薄片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，放入蒸锅，上面铺个盘子，盖住盖子蒸40分钟。接下来在干净的盆子里面加上适量的糯米粉，和这个糯米粉呢要根据你家的人口来定哈。然后我们先用适量的温水来和面。糯米粉的加水量啊，100克的糯米粉加75克的水那样子，稠了呢和不一起，稀了呢它就容易往下流。搅拌至无干面粉时，我们下手给它揉成面团儿。和着和着，刚开始的时候还挺好和的，和着和着就又炸开了，和成团就是一个困难。像这样的汤圆，你怎么包它就会炸，搓着搓着它就会炸。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儿呢？这个糯米粉是一点韧性都没有。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补救的方法。像我这是350克的面粉，大约给它揪个25克左右。像这么些就可以了，给它放在碗里面，放在微波炉打1分钟，打成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上面满是裂口，然后放在面和一起，然后再次给它揉搓均匀。这个面啊不能打得太多了，多了它容易粘手。这个面团呢，也可以用水给它煮熟，然后再揉在一起。增加它的粘性，揉着揉着，这个面啊特别的顺滑，你看延展性特别的好，特别的奇怪，看到没有？这都是多年得来的经验，很多人呢就不知道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南瓜梨蒸熟以后，我们取一部分放在盆子里面，然后再加上适量的面粉，我们这个粉呢是水磨糯米粉哈，不要搞错了。然后给它揉成面团儿，我们只用南瓜梨和面就可以了哈，不用加水，因为这个南瓜梨啊含水分特别的大。南瓜梨刚打上的时候还是烫的，和着和着这个面啊就凉了，现在呢已经花散。同样的道理，它也是不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也给它取上大约20至25克左右，取这么大就可以了。再次给它放入碗中，放在微波炉里给它打1分钟，时间也不要打得太长，打太长了也不好，太黏。打好的面团是这样子的，非常有粘性。然后也给它揉在一起，揉成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看，特别有延展性。拉的会很长，这个时候不管你怎样搓，它非常的好揉圆，特别的好操作。即使凉了，它也不会开裂。接下来我们来调个糖馅儿，这个呢是我们熟花生打的花生碎，然后给它加上2勺红糖。喜欢吃白糖的也可以加白糖哈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一点。我们家孩子呢不喜欢吃太甜的，我就少加一点，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取出一个白色的面团儿，再次在手掌心里面给它搓一搓，搓圆，然后再随便给它揉一揉，揉成长条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压扁，我们搓好的黄色面团儿也给它压扁，然后给它摆放在上面。你再取上一个白色的面团儿，就像这样一个一个的折叠。压在上面，
一个白色的，一个黄色的，就是像这样，一个白的，一个黄的。压完了以后，我们呢从中间对半给它切开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给它往里面折，往里面演，再次给压紧实，给搓牢实，搓成一个圆柱形。搓好了以后，我们再给它混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，再取一个小剂子放在掌心里，从中间给它用大拇指给它戳个洞，然后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芝麻糖馅儿给它放在中间，再给它放在虎口上面，一边转圈一边往上提，慢慢的收口，很快就把它收的特别的严实，然后给它整理一下，再用手轻轻的给它捏一捏，排出里面的空气，再次给它搓圆。像我们这个汤圆面粉呢，和的是特别的好，特别好融合，随便给它搓一搓，搓的圆溜溜的，看一下，特别的漂亮，一个汤圆就形成了。搓好之后，均匀的摆放在托盘上。接下来起锅烧水，盖住盖子，先把水烧开。水烧开后，我们现在来下汤圆儿。先不要动，盖住盖子，煮个2、3分钟。大约煮2分钟之后，用勺子轻轻的给它推动，然后给它转小火，继续煮。煮至汤圆浮起，像这样子，汤圆已经煮熟了。要想让它更加联络，小火再给它盖住盖子，再煮个2、3分钟。煮至汤圆变胖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关火，等2分钟，它自然就回到原来的样子。像这样的汤圆煮出来最联络。然后出锅。像我这样煮的汤圆儿，非常的好吃，也非常的联络。因为里面呢馅料呢是自己做的，也非常的健康，让大家看一下，是非常的有食欲哦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